这是一个普通的 Minecraft Alpha 版世界，但是它将在100天后被永久删除。让我们创建存档，一切都将从这里开始。进入世界后，我马上发现自己无法疾跑。说实话，这绝对是比 Aircraft 更困难的设定。就在我脑子一片乱麻时，一段音乐让这些混乱的想法烟消云散。然后我便几乎是下意识的开始制作一个工作台。想必无论是我还是你们，肯定都是有听过这个音乐的。这是一段奇怪的音乐，它没有具体的旋律，甚至说这可以是一列无序的音符。等它响起来的时候，那些想法都不再流动了。这个世界里没有草，零星的几朵小花看上去莫名有些搞笑。哦，谢谢，还有个地方放工作台呢。煤炭，有了它们，我们才得以制作火把，用它的光亮画出独属于自己的地盘。很快便是石器时代。哦，听到了吗？这里附近好像有水声。好奇使然，我打算进去一探究竟。呀，洞穴没有火把，这可应付不来。造完火把，再入洞穴。啊，好吧，看来我不该往下太深。循着水声寻找，打破这个碎石，我发现里面别有洞天。我的一般习惯是先插火把后挖矿，奈何兜兜转转，这个矿洞是个回环。行吧，再深入就不礼貌了，水声咱们以后再找，我们先战术撤退。出来已经是日落了，这好像并不是什么魔法结界，只是单纯卡了一下。因为没法疾跑，我跟这个斜坡杠了老半天，直到天色渐暗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无处可去，这才生出些悔意来，然后赶忙向山上跑去，顺路插上火把，一来防止生怪，二来防止迷路。我不知道 1.1.2 这个世界里面到底会有什么怪物，不知道原版那4大金刚是不是都还健在，说不准我走着走着就要被一伙怪物围过来要过路费了。这个地方的风景不错，适合搭一个小木屋。环顾四周，并没有想象中怪物围城的场景。不过好说歹说，我们遇到了第一只怪物。眼前这个拥有性感男低能怪物是僵尸，它会近战攻击，别的没了，相对来说比较好对付。在点亮小山的路上，我偶然发现这块鞍布好像可以有所作为，糊上一块泥土，这地方就更像一块水池了。哦，嗨，你看起来很开心。这个地方需要有一条的花。这个地方需要有一个小屋。讲真的，平时的我建筑没有那么差劲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在这里我只能想到火柴盒。早上好，佩奇。我觉得火柴盒真没什么，挺好看的呀。我对保护大自然没什么兴趣，但这些蹦蹦跳跳的小动物确实让我下不去手。剩下一个小洞，里面再没有别的东西，稍微挡了挡门口，我就在这里立了块碑，给怪物进去住。为什么是一块碑？我不知道，但看上去蛮好。很快又到了晚上，今晚我打算为这片陆地的边缘打光。这里还有只看热闹的僵尸干掉它之后，我发现它居然掉的是2根羽毛。哦，这只鸡还给我下了个蛋，谢谢你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蛋能拿来干嘛。很快又到了早上，我打算开发自己的农田，因为在这个版本没有饥饿值，回血只能靠吃东西。接下来随手撒上一点小麦种子，说不准明天就能吃上香喷喷的面包啊！我家前面好像地形格外壮丽，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。走，突然过去看看。这个版本的船操作有些困难，它的反应也颇为迟缓。不过还好这段水路没有弯弯绕绕，坐着小船我们很快便到。按住 Shift 是没法下船的，所以说我只能换成手动挡把它打掉，有点怪可惜的。如果不是亲眼看见，我不会相信存在这样的山地。大块大块的岩石悬空高架，上面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。不过我也无暇多欣赏风景，还是插上火把来的要紧。不过我本来可以多欣赏一会儿，我不知道，但当时我没有这么想。很快这里便插满了火把，怪物再也没有地方可以生成。哦，我又征服了一块大地。当然，很快便到了晚上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得以真正欣赏一眼这片景色，但也不长。回到山头，我打算把自己的火柴盒修得漂亮些。走在半路，谁想到半路会杀出来个小白，一个跳跃便把我射了下来。我哪敢示弱，回头便要找他讨个道理。但这个小白找了个好位置，凭着再命中的一箭，让我不得不小心应对。
我跳起来尝试丢鸡蛋，结果发现根本丢不出去。想要打个出其不意，却发现自己离死亡只有1线之隔。小白的跳跃能力和远程攻击能力让我无处可藏。在颤抖中，我用上自己最快的速度完善自己的小堡垒或者小龟壳，反正饿不死，我早晚得熬死你。虽然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但根据外面的声音，我知道他们正在燃烧。直到看到一缕白雾，这才舒了口气。回头一看，打扰，我还是换一边走吧。搭个小隧道，我们就能溜出去了。接下来肯定就是要把这只苦力怕干掉了。先小小勾引一下，然后再拉开距离，最后回头一包把它干掉。尽管只剩1丝血，但是我还是不想对小动物们下手。不知道我的小麦田什么时候能熟，但无论能不能回血，现在先别死才是最重要的。我看着自己那颤抖着半颗心，心情呀也随之焦灼起来，几乎是凭着像下水道老鼠那样一般的本能，我很快找到了一个有趣的地方。当然还有个有趣的点子，那就是水下宫殿。晚上一来，我就可以马上钻到下水道。好无聊！早上好，这里是全新的我。小麦田好像一点用都没有，这个洞看起来不是很妙。想了想，我还是把它填了起来。接着就是更多的门、更长的隧道，还有更难熬的夜晚。实在耐不住性子，一大早起来，我便开始收田。虽然只熟了1个，但无论如何，这是好的开始。因为怕黑，我为水下增添了光源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还发现了这个非常让我满意的 bug， 梯子就这样隐形了。第7天，老样子收田，远处好像有只苦力怕，离得挺远的，应该发现不了我。让我看，好家伙，这真是一点都不长啊！不过没事，今天我还有个任务，那就是锄地，再整点种子。没错，在 Alpha 版本，锄地才能获得种子。接下来这种地死掉了。等我发现的时候，苦力怕已经在爆炸了。这是我的重生点，但是我早就忘了回家的路。打量了周围的环境，这一切看起来既陌生又熟悉。是这个方向吗？是这个方向吗？算了，走到哪儿算哪儿吧。其实这次死亡像是一个巴掌，扇醒了我。哪有什么水下宫殿，不过是自己怕死罢了。一路上摘点小花，好说歹说也不能算没有收获嘛。走着走着，我发现了远处那大到吓人的山，好像我曾经见过。然后右边就回家了，对吧？对，没错。还好我不是很挑住址，死的离家比较近。行，这次就多带点小玩意儿回去吧。就在刚刚那越看越孤独的小花，现在看起来像是礼品店里的精致礼品，而我呢，很明显就是在里面大肆搜刮的强盗。回到死亡的地方，捡起自己的物品，好像也没有多少，大概就算是真的重来，也不会心疼吧。这次我鼓起勇气，要对水声的源头一探究竟。来，跟我一起听听。我知道这里，原来是下面一滩流动水产生的声音。行了，我觉得自己不应该这么碌碌无为了，是时候下矿推主线了。等等，这个版本没有末影龙，我该干啥？先把这个问题抛在脑后，挖完洞，我回到地表。因为有上次前车之鉴，所以这回我特地巡逻了一会儿，解决了埋伏着的苦力怕。然后是挖一些煤炭，接着再来是一把弓。有点厉害，弓不但没有耐久，还能无限连发。也许这就是这个版本的版本之子。还记得我顺路摘的花吗？没错，他们现在派上大用场了。他们现在可以成为我花园大温泉中的一员。他们有工作了，而且还是包分配的，真叫人羡慕。晚上不必多说，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眼睛，我们在永远如黑夜般漆黑洞穴里面当个苦工，大概也没什么问题吧。一路向下挖，因为没有 F3 的坐标显示，所以我只能指望着一路下到基岩层，然后再从最下面开始数，差不多16个就能到理论上来说资源最丰富的Y16层。种类开挖。
一路深凿，我找到了红石矿。红石在这个版本不知道有什么用。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地表。哦，不能忘记这个挡怪的小石头。好的，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今天让我做一个树走廊，还有一个小的采砂区域。差不多就这里，你看它刚好方方正正的。接下来收集掉下来的沙子，一路走回矿洞。让我们接着开始苦工生活。说是苦工，但是挖到矿石的成就感还是无可比拟的。没错，尤其是钻石，见到钻石啊，屏幕前这个人开心的跳起了舞。我不知道他是谁。一共2颗钻石，见到钻石很开心，挖了还能再开心一次，这波我赢2回。还是老样子，爬上楼梯，一路登上地表，让我们收一收小麦田。一个也没有关系。又是晚上，我为了防止迷路，特地为矿洞立了个石柱，希望自己再也不会找不到矿洞。然后把沙子和矿都烧一烧，接着我造出了人生中第一个铁胸甲，这个还是挺有纪念意义的。回到熟悉的地表，转个圈圈，收个甜甜。刚好满了3个，我们可以造个面包出来，这个留着以后再吃吧。有意栽花花不开，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我随便刨的坑里的小麦居然熟了。我们该把自己的火柴盒修得漂亮一些了。这个压力板看上去简单，但实际上是点睛之笔。而这些玻璃啊，同样都是点睛之笔。你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眼睛？很简单，我的房子是股神嘛，再多都不为过的。好，再补上屋顶，插上火把，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这里好像不是很好下去，要不我建个楼梯吧？虽然耗材量可能有点大。找准位置，定好点，接下来就是楼梯搭建时间。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了这个办法的问题。最上一级虽然只需要3块石头，但是越往下所需要的材料就越多。从这个角度往下看，不知道要搭多少层，更不知道要花多少石头。晚上我为楼梯插上了火把，主要还是为了防止刷怪。要是我搭出来个刷怪平台，那可就有点蠢了。今晚的下矿与以往不同，现在石头也是有价值的了，或者说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。所以我们大概找到第一个目标，就是建完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楼梯。上梯子时已经是第2天早上了，我觉得我上来能看到时间还是挺不错的。楼梯这个名字对于这个未来的庞然大物来说好像有点小了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叫金字塔，虽然半截埋在山里，但是你说这种建筑这种事情，它能叫偷工减料吗？我觉得这个其实叫冰山一角的艺术设计。晚上又随机的收了1块田，接下来就是继续在地下淘铁矿，甚至石头。早上好，今天是我在这个世界的第13天。有一个目标其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或者说人这种生物啊，就喜欢没事给自己找点麻烦。这不，船划到一半，点子来了。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烧的玻璃派上了用场，我看这个小岛骨骼清奇，便打算用玻璃把它整个包裹住。当然，咱们材料还不够，下次再来吧。回到家里，看着逐渐成型的金字塔，突然感觉人生充满了希望。所以啊，人不但喜欢给自己找麻烦，还喜欢给自己画大饼。第14天，我在巡逻途中遇到了苦力怕，要不是有弓箭的击退，我怕不是又要炸一点了。哦，早上好，牛！又是2只不自量力的苦力怕，一碰就炸。他们见到我也不害怕，明明我就是他们的爸爸。他不能说话，不能爆炸，他只能乖乖的把他的火药留下。刚刚是谁在说话？我晕过去了，我不知道。我们还是下矿吧。这是我不知道第几次遇到红石矿，看看吧，挖这玩意儿要多花时间。接下来几个我还是饶了观众们吧。第15天，耶！今天我再也受不了那样随机的收田了，我打算用羊毛挡住，因为好像只要经过田地就可能破坏它。接下来再简单放上一些小麦种子啊，日子会越来越甜的。晚上回到熟悉的矿道里，其实矿道经常会出来那些诡异的声音，但是我完全不在乎，我脑子里想的就是矿、石头，至于那些奇怪的动静，反正我没问他们。今早起来的第一件事情是看一看农田，庄稼们不知道为什么一点点都没有长，你看到远处苦力怕都看傻了。完了，反正我还有正事要干的，今天还要修一修玻璃岛。是的，就在前一秒，我想到了这个老少皆宜的好名字——玻璃岛。收租，收租。
再次回到矿道，这回我学聪明了，如果不是红石正面挡我的话，我就不挖它了。行，红石这么难挖，有什么用处呢？配合拉杆，我感觉我变成了斯金纳的小老鼠。又是我又来收租了。这么久没有给你们展示金字塔的画面，是不是忘得差不多了？其实我也忘得差不多了。许久未见，其实我已经把它修建到了树顶的高度，大概快到地表了。大概。嗨，交钱。今天我还打算扩张自己的田地，再整点小麦种子，完美。之前种的种子好像还没有长无所谓了。下矿之前，我打算为了方便看时间，用玻璃代替一部分的石头。然后就是铁轨，现在很贵，我不打算造，但至少说有这么个东西，以后也许可以做过山车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这会是个很不错主意。之后我特地找出来了一些，为了造一个水滑梯，方便下行。第18天，我才发现建造金字塔的天才办法。我们不但可以两头分别施工，我们还能空一行再施工。对，你没听错，这是个 bug， 潜行时间长了就会这样，还是挺带感的，对吧？还有小羊，这也是个老 bug 了，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卡住。咱们羊羊平等，你也得交租。来一桶水，咱就能下去了。等等，好像还有点小缺陷你们什么都没看到。这样才叫水滑梯嘛！继续挖矿，我挖矿采用的是鱼骨挖矿法，顺带一提。第19天，昨天我偷偷烧好了沙子，今天接着修建美丽的玻璃岛。行，差不多该回去了。我们的金字塔看起来越来越雄伟了。但是看上去还有好多层。总之，咱们还是得下矿努力的。随着最后一块挡路石被敲碎，水滑梯真正丝滑了起来。只要再稍加装饰，就完美了。好的，在第20天，一般来说会有什么神奇的活动？因为它可以被石整除。但对于这个世界来说，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一天。而我呢，也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活动。也许今天可以尝试一下速搭。没关系，这可是 Alpha 级别的速搭，咱们能做到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接下来就是组建道路网，我希望自己再也不用每次都乘船，然后浪费材料了。不错，这个桥还是挺扎实的。因为实在是看不下去那片农田的作物的生长的速度，我打算另开一处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其实小动物经过农田也会踩坏它们。所以说这个要建在桥的中间。又是寻常的下矿，又是寻常的回到地表。今天我们同样带着目标，比如现在就是砍树，过程略，然后就是看着田。这生长速度跟韭菜似的。远远看着即将完工的金字塔，感觉有种史诗的味道。看视频的你大概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多出来几根甘蔗，但现在你知道了。然后其实我也忘记是在哪里拔的，但种上去应该不会太丑。老样子，回到矿道。今天倒是有个惊喜，我们整整收获了6颗钻石，外加一堆的铁矿和金矿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好运日吗？我决定了，以后买彩票就要一边放着这段视频，一边去买。今天的末尾，我打算为我的上行矿道加入楼梯，尽可能省一些时间。就像你的老板总是希望你上厕所能够更高、更快、更强那个样子。猜得到这个是什么吗？没错，这是我的天才瞭望台和天才防摔装置。哇，这个 teaser Dream 看都要叫声祖师爷，好吧？你知道吗？我放这个片段只是为了让你跟我有同样的感觉。接下来整个小告示牌吧。你们不在矿道可能不知道，因为我经常不知道哪头是出口，所以放上2块告示牌就能防止迷路了。还记得我之前说的技巧吗？没错，这就是空一行的妙用。上次提到甘蔗，大概还是上次收些甘蔗，最后种上。一路插着火把，我再次回到了矿道中。今天比较特别，我打算花上3个大钻石造一把
至尊钻石镐，以及一把卑微的铁镐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钻石工具比起铁工具到底有多耐用哦。嗨，红石。但是在下届更新之后，钻石老大哥的地位就受到了挑战。我真的很喜欢下届更新，下届的新群系、下届的竹林，我都很喜欢。但是我的意思是，真的有必要出一个比钻石还要再强的等级吗？虽然我知道下届核心挺好的，但是我在自己的那种单人生存中啊，一次都没有用到过。毕竟钻石装备，甚至是附魔过的铁装备就已经完全足够了。在收甘蔗的时候，一个偶然的操作让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没错，这个版本的甘蔗是可以种在水里的，这不禁让我浮想联翩。也许我可以凭此征服海洋，让每一处河流、每一片大海都遍布甘蔗。还是回到现实吧。小麦田终于为我们提供了新鲜的小麦，我也得以制造面包，回上几口真气。身上背着能回血的面包，我感觉自己已经非常无敌了。无敌到自己也忘记了巡逻，然后，不痛不痒，但是精神伤害拉满。哎呦，这里还有只残党。这是某种情趣的做法吧？算了，我可没那么好人，不打算给他解脱了。然后就是继续种甘蔗。在现实生活中，甘蔗属于经济作物，但是在游戏中，尤其是这个版本的世界里，甘蔗好像什么用都没有。但是这止不住我种植这玩意儿的欲望。逗你玩呢！今天我们上瞭望台，稍微搭高一点，然后来一个漂亮的落体。哟，这里还是僵尸想偷窥我的火柴盒，还好这个版本里面根本就没有床，不然就要被偷窥睡觉了。远处发现只苦力怕，前车之鉴和前车之鉴告诉我，我不能再忽视这些绿色的棒状物了。接着为金字塔打光的工作一直持续到了早上，这么做的主要目的还是防止刷怪。接着我造出了这个世界中的第一个箱子，下面两只小骷髅，走近一看，我才发现他们手上没有弓。就在我有些懈怠的时候，他们干脆的打了我的脸，非常离谱啊！他们还是能够射线，而且伤害意外的高。这个小地堡成为了我临时的城墙。虽然这个小白已经用它占据了制高点，这回是真的不得不跑了。一个失败的落地水啊，不过还好没有死，一路跑。在这个版本是走回家。休息了一会儿，我想起自己手上的小麦啊，当然先是造把铁剑，因为之前的时间已经报废了。好了，我可不是以前好欺负的我，来吧，一决死战吧！一个漂亮的连接剑，好，再中一剑，没关系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，小白已经没力气了啊，大概没力气了。之后我就在小碉堡里面找到了藏身于此的小白，干掉他就好像干掉了以前也躲在这里的自己。没错，我已经蜕变了，没关系，不痛不痒。又来一只，无所谓，我会走位。下面两只小蜘蛛，虽然看到它就让我想起我自己整合包里面的蜘蛛，但这里的蜘蛛还是比较好应付的。谢谢你，蜘蛛帮我狠狠蹂躏了这只蜘蛛。本是同蛛生，相见何太急啊！快笑，这是个非常好笑的极品笑话。随手收了些田，我来到采砂场整点沙子。为什么我也不清楚，也许只是因为这些方块是透明的，很漂亮，我比较喜欢。下到矿道，掏出小储存空间里面的物品，开始挖矿。今天的运气不是很好，没有挖到多少矿物，不过无论如何带走了不少石头，还算是有所收获的。今天要做的是搭一个东西，之所以没有名字，是因为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我只是看着背包里的建材手痒痒了，放到现实世界，这怕不是又要成为一大考古学家的谜题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给我们美丽的温泉放水。因为想节约材料，不想再做一个铁桶了，所以我得再打一桶水，用无限水填满这个温泉。成果看上去还是挺不错的，
至于中间为什么留了这么大的空洞啊，懒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，但是还有这么一小部分是因为流动水的声音听起来很不错，让人感觉更有被水环绕的感觉。红石矿我就直接忽略过去了。今天我终于想到了这些玻璃的用途，没错，搭建空中玻璃平台。再来一个漂亮的自由落体。然后和其他建筑一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想用平滑石头台阶来覆盖这片陆地，这个想法完全是凭空生出来的，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。今晚就不下矿了，刚好玻璃剩了不少，我还刚刚还是很惊险的，我做梦都想不到，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第一桶成功的落地水，居然是在这个时候实现的。比起那些不痛不痒的4个高的小山坡来说，这个可真是帮了大忙，救了我的老命了。虽然刚刚发生了非常惊险的一幕，但是又能怎样呢？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嘛。玻璃平台也不能因此停止修建，我所能做的不过是把 Shift 按得更加死一些罢了。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自由落体，现在我想用楼梯来稍微装饰一下屋顶。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不搭成一个特定的形状，因为这个根本没有办法摆出来。楼梯摆放的机制在这个版本就如同蒙娜丽莎的微笑一般令人不解。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屋顶设计可以有一个独特名称，叫做蒙娜丽莎的眼泪。哦，等等，这只蜘蛛好像把我完美连击了，甚至断了之后还能再续上一下。也许我之前太小瞧蜘蛛这种生物了，它们能够通过跳跃来实现冲锋的效果，某些情况下也许它们还挺强的。接下来的时间我希望能够用在拆除这片旧的田地上。我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机制，作物似乎并不会在方块底下生长。众所周知，32是64的一半，而64是 Minecraft 中的神奇数字。其实我这样说明，今天我造了身漂亮的盔甲，还有一柄超强的钻石剑，带了一身的面包，探索洞窟这种事情那不得轻松拿下。在换上这身盔甲，拿起这柄钻石剑后，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变得大胆了起来，不管是多黑的地方都要进去一探究竟。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怪物已经再也没有办法威胁到我吗？但是也许这未必是一件好事，这让我对怪物彻底掉以轻心了，或者说我对这个世界有些失去敬畏之心了。当然，这个世界能威胁到我的可远远不只有怪物。很庆幸这只是个警告，上面并没有太多的杀力，否则我是必死无疑了。但是我并没有太当回事，我觉得这个只是个意外。前面有岩浆湖，是突然唤醒了我许久之前的记忆，似乎一雪前耻时间就是现在。打开，然后我尝试用打火石点燃这个结构，按理来说是会有地狱门生成的，但因为这个版本实在是太低，连地狱都没有。不过我意外的发现，打火石的声音非常低沉，怪好听的。这会儿我就开始做那些奇怪的建筑了。话题之前，在之后有附魔甚至有下界合金的版本中，玩家得以彻底征服世界，不怕火烧，不怕怪打，就好像人类进入了工业革命一般。而之后魔将加入了坚守者，一个被设计为不应该被用来打败的生物，甚至还有可疑的沙子，一个需要被温柔对待的方块。这些就像是工业污染带来的灾害一般，他们用自己的方式限制了玩家。不难看出，魔将更希望玩家更关注他们与这个世界的互动，而不是见到活的砍了，见到方块挖了。但这并不是挖坑再填坑这么简单，坚守者的加入就有很多的反对声音，玩家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再随心所欲，甚至为所欲为了。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魔将在 1.20 这个版本不敢再去添加什么革新性的新事物。其实我也在想，如果 Minecraft 里面本来没有附魔，没有加入鞘翅，没有加结合金盔甲，会怎么样？也许原版怪物的4大金刚们还能当玩家的老大哥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变成一群可以随手捏死小蝼蚁。也许 Minecraft 世界并不需要加入坚守者，加入幻翼来变得更加有个性。但时间不可倒流，就像这个世界也会不可挽留的被删除那样，想太多本可能发生的事情就会是庸人自扰，还是回到现实吧。第35天，即使装备精良，遇到了一伙原版的怪物，我们还是不得不退避三舍。僵尸和蜘蛛的攻击节奏不同，小白还可以在背后放冷箭，苦力怕大概躲在什么角落，随时要给我致命一击。如你所见，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个性所在，怪物各有特点。但如果穿上满附魔下界合金盔甲，这些怪物只需要用杂兵2个字来概括就足够了。那这样的世界何谈个性呢？
当一切都可以被量化、被评估价值、被视为简单的资源，按理来说，一个世界就离它的终点不远了。然而我们看到的往往并非如此，那些世界也是存档，他们回到了最简单的、最原始的玩法，也就是破坏和创造，跟这款游戏的名字一样。很快的会有很多不是出于任何特定的目的、完全没有意义的一些建筑蹦出来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与其说鞘翅和下界合金这样的精良装备让这个世界变得索然无味，倒不如说这样满意的资源彻底解放了玩家，让玩法回到了最初的起点。这大概就是这款游戏本身设计上的优秀之处吧。无论末将台后面怎么折腾，最终的结局都是回到破坏和创造上。第38天，我造出了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 TNT， 这让我想起了自己过年放烟花的时候，点完火就要跑得老远老远的，因为我不知道引线能够烧多久，烟花会不会突然炸膛之类的。这个烟花放的还是挺开心的，放在这个世界的时间线中，大概算得上是什么历史大事件吧。玻璃栈道一直延伸到了景区，这个地方真的有点像景区。第一，你看它足够的漂亮；第二，它离我家有些距离。好吧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梯子给了我个小惊喜，大概是因为后来扩建中间多了一个的缘故吧。先不管这个，这不填坑嘛，刚好就遇到个矿洞，咱这装备进去不是一顿乱挖。然后我就听到了数量并不寻常的僵尸吼声。再往下探就没路了，我想了想，决定找找僵尸声音的源头。根据祖传的听声辨位，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方向。哦，铁矿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找到了声音的源头。这些僵尸会莫名其妙的跳跃，我甚至不敢下手挖刷怪龙，只好想着先把他们都解决了。你瞧，这个位置连火把都放不下去。没办法了，为了彻底解决掉这个刷怪龙，我得亲自下场。然后便发生了令我晚上睡不着觉的一幕。因为实在是太慌张了，我直接点到了重生按钮，加在哪儿当然还记得，但是死亡点是真的不记得在哪里了。我只隐隐约约的记得，好像我在填坑，在填坑之前好像在放甘蔗，但是问题是我具体在哪里填的坑，那是真的完全没有印象啊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拿起自己的老装备，踏上寻找尸体的旅途。当时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，我记得自己好像进入了某种沉浸的那种状态，然后便是完全凭着感觉在玩游戏。可能脑子突然给我冒出来2个类人新点子，然后我就马上开始做，然后这期间什么都不想。所以说，可能 Minecraft 有一个连魔将都想不到的有趣地方，那就是说，在游玩的过程中，有的人也许可以进入一种类似于冥想的状态中。这个好像我确实没有想到。好像我在哪里听过这个，就是在 Minecraft 的潜水里面也能受到衰落伤害。一路走回家，这次我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，就像是你要找一个东西，怎么找都找不到，但是无意之间，一下就搜出来了。这个位置，这个洞口，这个火把是我的死亡点没错了。因为掉了5分钟就要消失，所以着急的我马上就跳下去看情况。我知道视频里面看起来早就过了时间，但是当时玩的我基本没有什么时间概念，我甚至以为没有过5分钟呢。不过无论如何，这次我成功解决了刷怪龙。来吧，看有什么线、鞍还有铁。等等，我不记得这个世界里面有马来着，所以这个鞍是用来骑什么的呢？玩家、库里帕或者是猪，我记得猪也是可以上鞍的啊。然后世界就崩溃了。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视频到此完结，但对于我来说，这并不是什么大事。使用刚刚那段额外的 Java 虚拟机参数，我轻松解决了问题。话归视频，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些特别，像是什么维度的大门，可惜里面再也没有东西了。
小鸡并不能上岸啊，这只在树上跳舞的猪，可以上岸。在上猪的几秒钟之后，我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：要下载具只能干掉载具，而我并不想杀这些小动物。不过还好，我马上想到自己可以造一只船，让它来承受苦痛，这样问题就解决了。而这只猪呢，将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特别的猪。好了，玩够了，该回家了。有了上次的教训，我对探索矿洞已经不是那么勇敢了。矿洞里的诡异声音，按理来说我还是会被吓到的，但是我什么感觉都没有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莫过于没有铁镐挖眼前的钻石。明晚再回来吧。砍了这么多树，来来回回种着也挺累的，所以我打算修建一个树场。好了，晚上到了，当然我没有忘记那些钻石。顺带着我又学到了一课，遇到钻石最好沿着对角线挖一下。最让我想不到的是，今天我还能再次遇到钻石，这可真是活久见，真不枉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活了44天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该做些什么呢？首先把这个半砖换掉啊。对了，双半砖只掉一个，这个特性还蛮恼人的。接下来就是树场专用的栅栏，当然和你们想象中的用法不一样，这个栅栏实际上是悬空的，有点像是给卡车的限高。下雨天，因为黄金实在太没用，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比较有用，所以说我把这些金锭做成了金块，然后随便找了个地方把它埋到地里。没错，这就是以后传说中太爷爷级别的金块。最后再加上压力板来掩饰，虽然有些明显，但是这就怕我找不着嘛。虽然我不是那么需要木头，但是还是希望这里的树能够茁壮的成长。还记得我之前说过的铁轨吗？它来了。现在铁比较充裕，我想试试能不能坐过山车了。这样好像不对，所以似乎得推着走，而且我没法控制它。算了吧。今天其实没什么安排，我又只是像之前一样，打算用一些多余的建材来造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的建筑。立方体似乎发出了不理解的一声，没关系，其实我也不是很理解自己在做什么。一个成功的水落地，又是寻常的挖矿。啊，等等，这个声音，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成年了啊，不对，我的意思是这个是在我的视频里面，这个东西我必须要找它的源头，必须100%的。啊，好吧，这是一只史莱姆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被加入的，但是如果它被水冲到这片岩浆里，这恐怕就要成为世纪悬案了。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，但是就像采砂那样，我给自己留了2桶岩浆。不过就在当晚，我想到了它的绝佳用法，没错，就是加水。岩浆加水等于石头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办法造出超级大的一坨建筑。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意义，实在没办法下去，所以我只好另外找了一处来一次信仰之跃。说实话，自从潜水跳水死了之后，每一次跳水都牵动我的神经。好了，这桶岩浆算是报废了。不过这个水流浇灭岩浆的声音听起来会解压的。真的很解压。接下来就是等水流干掉，然后立方体似乎发出了诡异的惨叫声。又打了桶岩浆，当然这回我会省着点用的。来说说跟意义相关的东西吧。如果你是一个 B 站老用户，你会知道，在视频评论区下方，经常会出现这么几个人质疑一个视频的意义所在，而这种人被戏称为意义怪。很多人反驳说啊，那你说这句话有什么意义？实际上，这个还是围绕着有意义来进行反驳的。实际上很简单，做一件事情往往是并不需要意义的。人们似乎已经将做有意义的事是正确的这个观点深植于心。因此啊，很多人迷恋 MBTI， 常常说自己是什么什么人格，然后自己才会做什么东西。更进一步的，在评论区里面说啊，某某人格的来这里集合，耶！实际上这都是在合理化自己的行为。当然，我没有要批评这些人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，如果你大方的直接的承认，会更加的好一些。
做一个事情的理由其实很简单，因为这就是你自己，而不是因为某个人格。MBTI 是通过你的想法来反着判断你大概是什么类型的人，这是用来更好的了解自己的，而不是奉为一个圣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。就像这个石头做的建筑物那样，我会这么做，不是因为我是某某的人格，而是因为我就是我就会这么做。而这并不需要理由，我没有必要去说服自己的理性。当你不再屈从于自己的理性，一切就会更加有乐趣。很多事情不是为什么做，而是为什么不做。这里有一颗钻石，看起来像是在向我下雪掌，行，我接受了。不过很可惜，这个洞里面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哎，等等，原来有小奖品哎！再次看到僵尸，这次我耐心等待，果然收到了第二只僵尸。不过人在河边走，那又不湿鞋，矿洞太黑，还是不小心被僵尸摸到了一下。但好在吃一堑长一智，我学会了放完火把立刻后退。这个洞不太妙，很有可能会有怪物空降下来。继续探洞，前面就没什么怪物了。接着，非常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，我看到了一只苦力怕，也不多想，二话不说，掏出铁剑就是一顿砍。但不曾想，这只苦力怕在我近身的时候也没有爆炸。其实本来想留他一命的，但是这毕竟是矿洞嘛，不是我遇到他，就是他撞见我，早晚有一个要受不了的。但这还是给我留下了些许疑惑，也许这只苦力怕真的不想伤人呢？又是一片岩浆湖，不过我已经有2桶岩浆了，就不再多取了。按理来说这里会有钻石，但这里只有煤炭。哦，等等，其实是有钻石的。好，这趟矿洞探险也算不虚此行了。满载而归，回到地表。本以为探索了3天3夜，到头来不过半天有余。可能是因为矿洞的阴森气氛实在是太折磨人了。接下来便继续修建这座神山。其实我本来想把它叫做巴别塔的，但一看它的体型，还是更像山一些。神山目前还是破破烂烂的，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它能够完工。这片田地总是充满生机，而我一次也没有完全采收过它。回到神山进入工作，目前要做的就是修修补补。可能是因为我倒水比较急的缘故，有一些地方少了一块，而有的地方干脆只是断层。但是在我的设想中，爬上神山应该是毫无阻力的，哪怕是任何一只小动物都能够轻松到达顶端。不过这都是后事了，咱们现在还缺了不少石头。今天运气不错，又找到一个矿洞。很快的，我便在这个看起来会有钻石的地方找到了钻石。那至于具体是有钻石的地方是个什么样的，大概就是有岩浆，然后洞壁它比较规整的那种吧。早上回到神山，我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，有没有可能古代什么神明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想出来的？就是说有人建了很大一坨的不明所以的建筑物，然后众人就将它视作神明。好家伙，那这么想，我的神山在这个世界好歹也是个创世神的存在，老大一座了。现在的神山看上去灰头土脸的，但是稍微打上一点光，整个建筑物的格调就出来了。我的想法是给下面打上很多光，这样就能给人一种稳重的感觉，而上半高层的部分就只在棱角的部分做一些处理，这样就会显得神秘莫测。虽然现在看上去有点恶心，但之后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早上好，不知道你们多久没有听到这声招呼了。今天我们依然要修建神山。我发现有这么一件事情做，实在是太幸福了。我不用花太多脑力在游戏上，整个脑子几乎就处于宕机的状态，想到有啥就干点啥。今天我彻底修完了玻璃岛，本来它还差上几块玻璃。
神山看上去依旧破破烂烂的，像是一个婴儿随地大小便。然后呢，我要来收拾这一摊的烂摊子。晚上挖到钻石，虽然没有第一次见到它时那么兴奋，但是可以保证的是，我的背包永远会为它留下一席之地。因为上次死亡掉落物消失的缘故，我不敢再把贵重的物品放在身上。这个世界的建筑高度有限，这个神山最高就这样了。不过这个比例刚刚好，不会太矮小，也不会太高挑。我们一边修建神山，一边聊点别的吧。今天的话题是 Minecraft 的艺术性。Minecraft 如你所见，在 Alpha 版本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，甚至说它只有沙盒游戏中最基础的功能。让 Minecraft 变得独特的，甚至说可以拿去判定是抄袭的依据，更多是之后的特性。所以在之后，我们有了附魔。附魔的光效永远对我有着莫名的吸引力，就像是这个物品它升华一样的。我知道我有说过这个会让玩家变得更加迟钝啊之类的，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东西，我喜欢它的程度。附魔台是附魔的核心，没有人能够想到为什么是黑曜石加钻石，上面放一本书的奇妙组合。这种诡异的感觉就像是它本来就属于 Minecraft 一部分那样。当然，同样令我感觉生来就属于 Minecraft 一部分的，还有村庄、下界、恶魂、僵尸猪人啊，现在就僵尸猪灵，还有很多很多。仔细想来，这些都啥玩意儿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会长这样，然后里面住了一些大鼻子生物的建筑物群，然后还有一片红色的不连续的维度，在空中飘着巨大的白色水母啊，还有一群站着的猪，它的脸半部分是白色的。这都是哪跟哪儿啊？这大概就是一种超现实主义吧。先是给人一种现实的场景，然后再用离奇的乃至荒诞的东西把那些理性敲个粉碎。在视频网站上，我们都看到过让 Minecraft 变得更加真实的题材。哦，稍微打断一下，神山其实跟神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它什么作用都没有。行，回到话题吧。因为大家都知道 Minecraft 实在是太不科学、太不合理了。之后的更新内容，比如攻击冷却、蜜蜂、铜矿，这些内容真的都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就是让我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东西。这些内容它不够奇怪，换我来想也能想到。那我还能想到玩家可以有个口渴值，对吧？可以有个体力条，然后草原上啊，我们可以有河马、狮子、大象啊这种各种各样的。总之，任何一个沙盒生物加入这些东西，它都不奇怪，都不会被认为是在抄袭 Minecraft。再代入一下刚刚提到的超现实主义，假如《记忆的永恒》这幅作品里面加入了一些合理的东西，比如说一个人来休息，然后几只鸟在天上飞，单拎出来，这些都没什么问题。但放到画中，味道就变了，它们就显得突兀了起来。所以我认为 Minecraft 的更新，它并不像给乐高加积木那样，而是像给一幅油画在天上级别那样。而那种荒诞的感觉，正是这幅油画的表现手法。第74天，我再次挖到了钻石，虽然已经是老朋友了，但是每每在矿洞中见到那抹如同地表晴空的颜色，总能让我感到很惊喜。第75天，不知不觉，距离这个世界被删除只有25天了。我知道它会被删除，但是我并不因此仓皇失措，甚至比知道它要被删除还要来得更加平静。但我不是说我不在乎，我其实有想过自己应该怎么和这个世界道别，但是眼前有这样一个目标，我感到很安全，我可以暂时不用去想这些事情。听说很多人认为 Minecraft 非常的恐怖，尤其是一些早期的版本，那些洞穴音效就感觉好像是世界在和我打招呼一样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地方待久了，我已经默认为这个是我的家了，然后习惯了。现在神山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打光阶段，我只要按照之前的设想丰富下光源就行了。话说回来，我还没有在这个世界认真的看过夕阳，每天就跟一只老鼠一样，不断的来回往复。想到 Minecraft 中一首音乐叫做 Living Mice， 自己就像这首乐曲我描绘的情景那样，日出而起，日落而息，每天都忙着一些自己的事情，看上去无所不能，但实际上对于这个世界而言，就只是一只小老鼠而已。而小老鼠的生活日复一日，直到永恒。我开始思考这座神山对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。这是一座很高的山，高耸入云，但除此之外再无别的意义。我骄傲的建筑什么都不是，而我高调的宣称这个世界要被删除，那其实不过是自己要退出而已，再也不会看到它而已。这个世界多我一个不多，少我一个不少。哪怕是那些生存红石玩家，他们对自己的存档的影响也都可以接近于零。
但问题来了，这些的意义都在哪里呢？我之前已经回答过了，答案很简单，没有意义，因为不需要。今晚我打算修改一下金字塔的打光，因为之前主要是为了防止刷怪，而不是好看。这个效果不错吧？来吧，马上回到神山。之前说的最后一步真的就快完成了，或者说大概就快完成了。用坏钻石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钻石镐的确很耐用，但每次用钻石都好像在给我的钱包放血那样，真的很舍不得。你说对吧，神山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，其实在云层高度作业是非常危险的，视野几乎完全被挡住了。猜猜现在我在干啥？其实我在和岩浆竞速，下面没有坑，岩浆落地就玩完了。哦，古力帕，我看到了。不过不碍事儿，这个生死竞速还是得继续的。不管了，先下来吧。好，快速收集沙子，那边的石头也不能浪费了。古力帕先生，久等了，我这就来会会你。他没跟过来吗 ？Hello， 你好。难道是游戏出什么 bug 吗？你还好吗？对不起，刚刚砍了你一下。我走了，我回来了。他为什么就是对我一点都不感兴趣呢 ？Hello， 你是不是来劫财的？行了，就不折腾他了，我还是回家吧。第二天，我起了个大早，想要再找到这位看风景的古力帕，但是却再也没有找到他。不过我又发现一个没有修完的地方。哦，现在好像不再适合冒险落地水了。Alpha 版本的落地水非常困难，按理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，因为在潜水里面也会制造衰落伤害。但是奇怪的是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我确实实现过落地水，这个确实令人挺不解的。又是一个矿洞，这次我刚好可以整点岩浆用来美化神山，但是一个令我万万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是的，我在打开箱子同时倒下了岩浆，然后瞬间我就被火化了。远远看去，山头的那棵树其实是被烧掉了不过好在我掉的物，尤其是其中的钻石，没有被岩浆烧掉。具体少了什么，其实我也记不太清楚。哇，这些掉的物好险的。其实我本来想用木头代替的，但是想想树叶没法复原。糟糕了，死前摆个 pose 吧。树叶没法复原，那我就只能换一棵树了。消灭了最后的岩浆，再造一把钻石镐，就好像无事发生。那还能怎样呢？回去修建神山吧。我发现岩浆的速度非常的慢。在清理掉泥土柱子之后，我甚至还能找个舒服的角度看岩浆入坑。哦，这回舒服了。第87天，我实在是找不到煤矿做火把了，我只能把目光放在景区上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地方的资源还是挺丰饶的。这样一来，煤炭就不缺了。我忘记之前的教训了。所以现在我们白天收集矿物，在晚上工作，不知不觉一天的安排就倒了过来。哦，对了，刚好我还缺点木头，所以我得从这个树上整点下来。只要找些其他的方块替代，应该就没事了。你看，挺好的，也可能不太好。好的，今天依然是修建神山的一天，给边缘打光真的花了很久。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主意，就是打上一条斜的灯带，这样这个神山看上去会更加时髦一些。不过这又是个漫长的过程，看着这片空白的山壁，我莫名有些无力感。哦，差点，但至少这是一个成功的落地背包。今早我接着外出挖煤，一个水落地。晚上回家其实挺危险的。与这些怪物纠缠只会白白掉血，不如凭着走位稍微躲一躲，反正他们追不上来。哦，大伙都在。
早上又到了，虽然已经是第90天，但是我还是坚守岗位。也许一般人就直接开始狂欢了但是你知道的，神山还没有建完。不过这次是真的快了，只要再把这一小面墙还有另外2面墙的火把摆完，就能够彻底放飞自我，看看这个世界了。这儿有一个小矿洞，别的地方有没有矿我不清楚，但是我看到了煤矿。煤矿对于我而言就像铁矿一样了。一路上闲得没事干，我开始一边走一边在脚下放火把。谁知道呢？也许有一天我能顺着他的指引回家。虽然离被删除只有9天，但是我依旧没有什么实感，就感觉这个世界好像我是从别人什么地方偷过来的一样。然后神山、金字塔都不是我造的。话说，好像我们有几次在金字塔顶端那个火柴盒休息过。平常我都是在矿洞里烧矿，后院的树下合成，偶尔为了上玻璃平台才会途经火柴盒几次，也就是说我大概没有怎么休息过。不过这也没什么累的，相反，在这样一片大地上自由地留下自己的痕迹，我感到很惬意。这次跳水成功了。因为周围的煤矿都已经被我开采完了，我不得不到更远的地方看看。然后我惊奇地发现，原来景区挺大的，不止那一座离谱的山，同样有趣甚至更离谱的山还有很多，这更坚定了我出去旅行的想法。第92天，只剩最后一堵墙的火把需要放了。即将没事干的我反而觉得有些空虚。其实早在造金字塔的时候，我就想过，如果有一天金字塔被造完，我还能做些什么。但是金字塔一完工，我就想到了神山，而神山的创意又是从一桶莫名其妙的岩浆里得来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修完了神山，接下来我又能干什么呢？虽然在这最后的几天想有些多余了，但是也无妨。也许我会把一片森林变成玻璃森林。还记得我一开始的规划吗？没错，这边一条，那边一条。接下来就是旅行的时间了。我从箱子里搜出了自己一直舍不得用的钻石，造了一身钻石盔甲。说来有些可笑，明明是最耐用的钻石，我却放不下心来。不过在最后的这几天挥霍一把也没什么关系了。也许钻石装备我根本用不到烂的时候。太阳缓缓从东边升起，我也该踏上自己的旅程了。无数次经过这条木栈道，但这回不是去工作，而是向着远方。我挥舞着手里的钻石剑，和这个世界的其他任何生物一样，蹦蹦跳跳，就好像是第一天来到这里一样。我从来没有来到过这里，也从来没有见过3棵树，就像一家山口，整整齐齐地列在这里。前面好像有个奇怪山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在这个世界待了90多天，这是我第一次出这么远的门。前面为什么会有个方块？好像就是一个方块，挺有趣的。出来远行的感觉就好像获得了重生，我得以从繁重的一个又一个的工作中抽身，出来看一看这个世界。我再也不用怕浪费时间，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比如脚下这个浮空岛上面有2棵树，我想上来看看，所以就一路搭上来了。再看到前面那片非常丝滑的山地，我也想上去看看，当然马上就到。这个山顶离天空真的好近，感觉伸手就能抓到星星。如果有人能够在这里居住，也许会很有趣。于是我准备随手造一个火柴盒。好了，再插上几根火把，看上去很不错。从这个地方看起来，这个房子甚至有些孤独。有些累了，歇一会儿吧。不过旅程还是要继续的，前面不知道又是什么风景名胜的地区。上来一看，原来我还可以选择先看哪个地方。行，那我就先看右手这边的吧。右手这边像是一块风洞石，虽然实际上它们并没有连在一起。而左手边这一块像是钟乳石，从上往下生长。前面还有一个像是异世界传送门一样的东西。居然真的是全黑的。
怎么没了？那啥，打扰了，我下次不会再来了。哦，前面是不是有个 UFO 啊？过去看看。哎，还真像，甚至还有台阶给我上去呢。哎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个地方的风景挺不错的。下来是一片广阔的大草原，虽然没有草，只有草方块，也没有风吹草低见牛羊这类的意境。来到海滩，是时候坐一艘船到处漂流了。你可能好奇为什么我完全不在乎方向了，因为我根本不想回家了。也许刚刚那次就是不辞而别吧。没有回家的束缚，我感到格外轻松。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，走到钻石甲报废，走到身上的面包全部被我吃完，走到世界的彼岸。刚刚不小心撞上岸了，遇到比较长的海岸线，我就直接跨过去，然后再换成船。其实我想离家越远越好，直到我忘记有它的存在。也许哪一天我玩累了，我就会重新开始建造新的家园，然后做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。也许可以做一个加强版的神山。虽然身在远方，但是还是要给羊收收租。偶然发现，好像一边按着前进键，一边连续按方向键，船的速度就会稍微变快一点。你看，哎啊，你咋自己跑了？那我呢？我卡在这儿。不过还好，这个情况在重启游戏之后就完美解决了。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，船又抛下我去玩了。没所谓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打掉船，今天是第99天，依旧没什么感觉。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。也许我会在某个山上跟这个世界道别。嚯，没想到走这么远，还能见到跟我家一样的山。这个山咋看上去有点眼熟呢？难道我进入了平行宇宙吗？哎，对，你看，这种奇形怪状的山又来了。不过无所谓了，前面这个山看上去跟我家的山地那边一样漂亮。你看，甚至还有一样的浮空冰淇淋山。哎，天黑了，差不多该回家，不是，该接着划船了。这片山地不错，如果是我会在它对面造一个家。啊，等等，这是什么？所以再往右边看，哈，神山，我不曾想过这是一趟有终点的旅程，我也曾不相信有一天这一路的火把真的能够引领我回家。看到神山，心中充满了感慨。好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调整它了。走着熟悉的木栈道，今天我该享受一下温泉了。温泉刚好中间有一格静止的水，再适合泡不过了。只可惜这是我第一次泡，也是最后一次泡。不过没办法，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嘛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走下了矿道，然后开始随便挖点什么东西，大概这就是90多天以来的习惯吧。我就觉得晚上该来这里。哦，有铁矿，不过很可惜，我再也不用每天为造铁镐挖矿的消耗而发愁了。是时候说再见了。再见，门口的树，你有一部分被我换成了玻璃。再见，搬砖世界，我就是这么叫这个项目的。哦，去你的垃圾卡顿！再见，石碑，这里是怪物的家。话说，真的有怪物入住吗？啊，好吧，没人在乎。再见，树场里的树，我不在的日子里要茁壮成长啊。这边好像少了几棵，刚好身上还有，顺手种上吧。再见，水边的阿迪丽娜，我是说水边的甘蔗，你们长的速度真的很快。接下来去看看自己的老对头吧。嘿，耍怪龙，有没有死透啊？你放心，我会恨你一辈子的。接下来就回到家附近吧。再见，被我偷了一块木头的树，先欠着。再见，一次都没有用过的植入石。再见，昨天我刚刚泡过的温泉。再见，花田。再见，隔壁的红石阵列。哟，好怀念这个小碉堡啊！再见，我再也用不到你了。再见，15号，我就当你是11号吧。再见，工作台，你很棒，
再见，箱子。再见，扫方块。再见，上面的2朵小花。再见，这个我没有待过多久的家，火柴盒最棒。再见，家里的杂物箱。再见，我的高智商梯子。再见，玻璃平台，这好像是什么 bug。最后一个漂亮自由落体。下一个是，哦，对，差点忘了。再见，我的金字塔杰作。我给你跳段 disco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神山了。再见，神山。嚯，你可真是个大家伙。再见，玻璃岛，你永远充满艺术气息。再见，田地，你们比较脆弱，我就敲敲地板吧。谢谢你，再见了。没有田地，真不知道怎么活呀。哎呦，这里还有一位呢。我记得大概是从这里进去吧。啊，不错不错，还没忘呢。这个门质量挺不错的。一路走下来，从这里偷偷看看上面，像只小老鼠一样。再见了，坠下宫殿，曾经懦弱的我。来吧，晚上还是要去矿道，整个人才能安心下来嘛。再见，熔炉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、8号。再见，告示牌。再见，矿车。再见，矿道。再见，石头。好了，该走了。接下来脱下钻石甲吧。刚好4个空位，就好像它本来就该在那里一样。该出发去旅程的终点了。最后一波帅气的旋转跳水。这个就是告别地方嘛，感觉风还挺大的。我该摆什么造型好呢？这里就是旅途的终点了。满月缓缓滑落天空，连同的漫天的繁星也一同沉降下去。远处的天边泛起抹鱼肚白，哪有这样的日出？看起来跟日落一样。不过这么奇怪的，也就只有这个世界了。100天后被删除的世界，被删除的是我，而不是这个世界。没有猫，没有狗，这个世界大概也没什么能够让我留恋的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。再见，世界。